大家好，今天是中秋节哈，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吃月饼的时候，巧克力味儿，这个尝尝味道咋样啊？我还是挺爱吃月饼的啊，从小爱吃。巧克力味儿还不错的。这个蛋黄的太多。巧克力的。我吃月饼是很专业的啊，从小能吃月饼吃饱，就甜的东西我特别能吃。对，今天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啊，咱们聊聊千百年天上的明月是如何形成的啊。喝口水。月球的形成啊，一直是科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啊。随着科技进步和探索的深入呢，我们对于月球起源的理解也在不断的演变。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引人入胜的新理论，叫多次碰撞模型。这个理论啊，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月球形成的认知啊，也可能揭示月球上水资源的秘密。那我们来先回顾一下月球形成理论的这个发展过程啊。早期啊，科学家们提出了捕获理论和分裂理论，但这些理论呢，很快就被证明存在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呢，哈特曼和戴维斯提出了著名的巨型碰撞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啊，大约45亿年前，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了原始地球，产生的碎片呢，最终形成了月球。这个理论呢，一度是成为主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呢，科学家发现它也面临了一些挑战。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月球啊是由撞击天体形成的，那么它的同位素组成应该和地球不同。但实际上啊，月球岩石样本显示，月球和地球上的氧、钛、钨等元素的同位素组成几乎完全相同。这个发现就让科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月球的形成过程。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新的碰撞模型理论呢，就应运而生啊，就是多次碰撞模型。这个理论啊，是由俄罗斯科学家 Roscoe、澳大利亚地球化学家 Ringo 和 NASA 的这位数据分析家格尔卡维博士呢，这些科学家逐渐观点碰撞形成的，并且在随后的多年里不断完善。多次碰撞模型认为啊，月球不是有一次巨大的碰撞形成的啊，而是多次中等规模的撞击形成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啊，在地球形成的早期，有多个直径10到100公里之间的小天体，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巨大的太空岩石啊，撞击了原始地球。每次撞击都会将一部分地球物质抛射到太空中，这些物质呢又没有完全逃脱地球的引力，并且在地球周围形成一个由碎片组成的盘状结构，我们称之为吸积盘。现在呢，我们来想象这个过程啊，每次撞击就像往这个吸积盘里边添加了新的材料。有意思的是呢，盘中的物质会影响新加入的碎片的运动。那些沿着盘旋转方向运动的碎片，我们称之为顺行会被捕获；而那些逆着盘旋转的碎片呢，我们称之为逆行，则会被抛回地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盘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就凝聚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月球。那这个理论就巧妙地解释了为什么月球和地球的同位素组成如此相似，因为月球主要是由地球物质构成的。同时呢，它还解释了为什么月球的铁含量较低，因为被抛射过去主要是地球的地壳和上地幔物质，而不是富铁的这个核心。当然了，这个多次碰撞模型的魅力是远不止于此因为它还给我们理解月球上的水资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传统的巨型碰撞理论认为啊，那么如此剧烈的撞击会导致月球完全干燥，这就要求我们找其他的方式来解释月球上发现的水，比如彗星撞击或太阳风带来的氢与氧的结合。但这些机制呢是难以解释月球上可能存在大量水。相比之下，这个多次碰撞理论认为呢，月球形成的过程呢并没有那么暴力，那些构成月球的小天体很可能就含有水，就像它们给地球带来水一样。这就意味着呀，月球可能与生俱来就含有相当数量的水。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个理论预测月球水的分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近些年来月球探测任务啊，也给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些支持证据。月球极地区域的这个地貌特征，比如平滑的陨石坑、滑坡和一些规则的地表图案，就可能暗示地下存在大量的冰。一些研究甚至推测呀，月球极地可能存在厚度高达1公里的永久冻土层。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啊，那么对于未来月球探索和利用啊，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充足的水资源啊，不仅可以支持未来的月球基地，还可能啊给制造火箭燃料的原料，是吧？使月球啊成为人类进行深空探索的一个跳板。我们看一下论文的摘要的主要内容啊。本文考察了主要的月球形成概念啊，吸积假说、巨型碰撞理论和多次碰撞模型。多次碰撞模型呢，融合了巨型碰撞理论和吸积假说的显著特征。这个模型认为啊，地球地壳的碎片啊，可能与众多直径约10到100公里的原行星体碰撞时被抛射到太空中，在地球轨道附近。那这些喷射物啊，与吸积盘呢是相互作用，增加了它的质量。数值计算表明呢，顺行旋转的吸积盘中的粒子能够有效捕获它的顺行旋转的抛射物，同时啊，将逆行旋转的抛射物返回到行星体上。这个多次碰撞理论呢，不仅解释了月球和敏卫一就是卡戎的形成，还解释了这个小行星卫星的形成。这个理论呢，对于小行星卫星参数的几项预测，已经通过对双小行星的统计分析得到了验证。不同的月球形成模型啊，对月球水的数量、它的地下分布和同位素组成呢，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所以巨型碰撞理论假设形成的月球基本是干燥的，因此啊，月球上少量的水可能来自于彗星、太阳风或者从地球大气传输。这些月球水啊，它的形成机制意味着水主要浅层出现在极地区域，并且氘和氢的比例与地球标准是有显著偏差的。相反呢，多次碰撞理论认为月球水它的起源啊和地球水类似，都来自于原行星体。因此呢，推断月球上存在大量水，预计啊会以不同的深度遍布整个月球表面，并且具有地球水相似的这个同位素组成。所以月球极地区域的地貌结构，比如说平滑的陨石坑、滑坡、规则图案，就表明存在厚度约1公里的大量的永久冻土层。刚才啊，我们介绍的那位这个 NASA 数据分析家叫戈尔可维啊，他还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就是分析月球水的来源。我们稍后啊也会给大家介绍。论文的结论部分是这样的啊，说呢，我们已经证明有行星表面大规模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轻易地转移到稳定的卫星轨道上，即使它们与原始卫星盘中质量小10到100倍的小颗粒相互作用。具有顺行旋转的原始卫星盘能够有效地捕获并吸收具有顺行旋转的喷射物，同时呢，将逆行旋转的喷射物不稳定化并返回行星。初始的原始卫星盘并没有被净角动量为0的喷射物撞击所摧毁，反而啊，通过吸收携带质量和额外角动量的顺行喷射物块呢，而快速的增长。而这个多次碰撞理论啊，
它这个模型呢是哈特曼 Davis 想法的自然延伸，并将其呢与希基模型相结合。巨星碰撞概念对理解月球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强调了有大型原行星体与地球碰撞引起的地幔物质流的重要性。那希基模型呢就探讨了月球宇宙学中另外一个关键要素的形成和演化，地球周围的原始卫星盘。那这两个模型就是希基和巨星碰撞，可以统一为一个全面的多次碰撞理论，适用于从地球这样的大行星到直径近几百米的小行星等广泛天体的卫星系统的组成。那从月球形成的这个多次碰撞模型中可以得出关于月球水的重要见解，就是巨星碰撞理论会完全蒸发月球岩石中的水，需要引入新的机制来解释月球水的形成，涉及到彗星、太阳风力或者地球大气。这些机制意味着月球浅表面下存在相对少量的冰。多次碰撞模型认为呢，月球是拥有大量来自原行星体的水储备，这些原行星体也参与了地球的形成。来自地球地壳对月球形成有贡献的物质可能也含有相当数量的水，所以就可以推测呢，月球水可能分布在所有纬度下表面下尽管呢深度不同，这就可能导致规则的地貌结构的形成，特别是在极地地区。所以确定水的同位素将成为它起源和最可能的月球形成情景提供确定的答案。当然了，这个科学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多次碰撞模型呢，虽然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但它仍然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月球探索任务特别是对于月球水的这个详细研究，将是检验这个理论的关键。科学家们特别关注月球水的同位素组成，因为这可能揭示水的来源。如果月球水的同位素比例与地球相似，那将是支持多次碰撞模型的有力证据。那有意思的是多次碰撞模型不仅可以解释月球的形成，还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天体系统，比如它还可以解释冥王星的卫星卡戎的形成，以及为什么有些小行星会有卫星。这种广泛的适用性使得这个理论就更加引人注目了。那卡戎诞生的模型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柯伊伯天体以高速撞击了冥王星，摧毁了自己，也轰掉了冥王星大部分地幔。卡戎呢就是从这些碎片中聚合而成的。但是呢，这样的撞击应该会使冥王星有比我们发现的更多的岩石成分，而卡戎呢会有更多冰的成分。因此现在认为冥王星和卡戎在轨道上的碰撞之前就是两个不同的天体，而这次碰撞虽然猛烈，但是仅能把像冰和甲烷这样的蒸发掉，不足以造成瓦解的情况。这个就属于巨星碰撞的理论，是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形成模型，但是它还是存在一些不完善和有争议的这些点，比如说角动量问题。如果冥王星卡戎系统的角动量异常高，那么巨星碰撞理论呢，它需要解释如何产生如此高的角动量，以及为什么没有像低月系统那样经历显著的角动量的损失。另外一个就是密度的差异卡戎的密度是略低于冥王星的。巨星碰撞理论呢，需要解释为什么碰撞后形成的卫星会有不同的密度组成。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不仅要问这些科学发现对于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它让我们对身边这个看似熟悉的这个天体有了全新的认识。当我们仰望天上月亮的时候，我们不再呢只是欣赏一个发光的圆盘，傻傻的是吧？而是在观察一个可能蕴含了丰富水资源、有无数次碰撞形成的这么一个天体。那咱们中秋最喜欢的一句古诗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吧？但是月亮会一直在我们眼前吗？当然，对于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来说，是会的但如果放到太阳系寿命
这个尺度上也会的。给大家讲几个月球和地球之间这个变化的现实啊，就是说是真的啊，不是假说。月球啊，现在正在慢慢的远离我们啊，大概每年远离地球一根手指的尺寸，就是 3.8 厘米。这是因为地球和月球之间有种潮汐力的作用啊，就像两个跳华尔兹的舞伴一样，地球会带着月球呢是转的是越来越远，同时呢，地球自己转的速度在变慢，每100年大概慢个眨眼的功夫，就眨眼1.8毫秒。所以呢，不用担心月球会跑掉或者是撞向地球，它既不会逃跑，也不会掉下来，因为它就跟系在这个地球这个大气球上这个小气球一样，绳子呢是在慢慢变长，但是不会断。这个过程呢会持续很久很久，比人类历史要长得多啊，没错啊，就是人长久。等到地球和月球转得一样快的时候，月球就不远离了啊。不过呢，在那个之前啊，太阳可能已经变成个大红球了啊，就是红巨星。500亿年啊，假如没有别的天文灾难，没有二向箔，没有三体人，那么太阳最终啊会一口吃掉自己的亲儿子地球、亲孙子月球，把整个地月系统啊给搞掉啊。这段呢是不归我说的啊，你们可以问问大刘啊。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月球会突然消失或者撞向地球，这种变化是太慢了啊，我们肉眼是根本就看不出来。月亮呢还会继续在那儿照常升起落下，给我们带来呢不一样的月光啊。当然呢，我们这些研究呢，就是给人类未来啊在月球上活动呢提供比较重要的指引。如果月球真的像多次碰撞模型那样富含水资源，那么将来建立月球基地啊，开展深空探索，这种梦想呢就离我们更近了一步。最后这个理论啊也提醒我们，科学呢是一个不断探索、质疑和更新的过程啊。今天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明天就可能会被新的发现挑战。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个吴刚呢是没有伐树的地方，是吧？吴刚啊，如果他敢砍桧树到现在，那左派的小仙女啊能把他喷死。比如说我们 Taylor Swift 是吧？所以也不用担心500亿年后人类在哪儿啊？我们需要的是看清自己眼前的道路，比如说超市的菜价。那今年的中秋节啊，当我们举杯邀明月、品尝月饼的时候呢，不妨呢跟身边的人聊聊月球的这些有趣的故事。那谁知道，就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人类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基地，开启新的这种探索的篇章啊。最后啊，借此机会呢，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这个祝大家就像天上明月是吧？不为浮云之望也，始终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和探索的热情。也愿我们就像月饼里的小芝麻虽然小，也是宇宙的一部分。这个给人类的进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千里共婵娟让我们一起仰望天上的那轮明月，期待人类探索太空的新篇章。再会。